Hello，欢迎来到人生研究中心。这次我们要研究的主题是美国夹缝求生技能，如何理性选择信用卡。这个答案可大可小，所以我决定做一集，用新手的角度来分享我如何选择高阶信用卡，给还在远处观望是不是要入坑的乡亲们一些勇气。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当你要办高阶卡、高年费的信用卡之前，一定要评估2件事情：一是你是不是有一张免年费的信用卡。第一张信用卡是你信用分数的根基，也是你信用历史的起点。所以你如果关卡的话，你的信用历史就会缩短，然后就会影响到你的信用分数。所以我不建议人生的第一张信用卡就办高阶卡。第二，如果你有负债问题的话，千万不要办信用卡，最好是可以跟你的银行联系，讨论一下你的还款计划，看能不能降低利息，赶快把负债还清。因为说实在话，信用卡给的这些福利其实都是在鼓励你消费，所以不要为了福利让负债越滚越大。我目前有4张信用卡，第一张是 Chase Freedom Unlimited。我已经持卡了5年了，这一张是免年费的信用卡。那第2张就是 Chase Sapphire Preferred Capital One Venture X， 今年有办了一张 Built Palladium。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就是你拿出信用卡的时候，然后信用卡的角落会写 Visa 或是 Mastercard， 然后它下面呢有时候会有一小行字，这些字代表其实是不同的福利。比如说像 Visa 的话，就有分基本卡，它下面是没有标注文字的。然后再来就是 Signature， 台湾叫做预习卡，还有一个就是 Infinite， 叫做无限卡。Mastercard 的话，它也有分3种，一种就是 Standard， 然后 World， 还有 World Elite。大家都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去看一下，你是不是已经有这些福利了。那这集的话，我们就以 Capital One Venture X 来当做例子进行讲解。因为我觉得 Venture X 它是一个对新手还算蛮友善的信用卡。我的 Venture X 是 Visa Infinite 提供的福利有 Global Entry。我觉得 Global Entry 其实是值得办的。如果你常常在美国旅游的话，你常常都要经过安检，那你就可以走 Pre-Check 快速通关。然后你从国外回到美国的话，过海关的时候，它也有一个 Global Entry 的快速通道，所以会比一般通道快一些。当然，这个你要自己在 CBP 的网站上面申请。你在缴费的时候，你要记得输入 Venture X 或者是任何 Visa Infinite 的信用卡卡号，这样子你才可以得到福利。那目前 Global Entry 是120块，然后效期是5年。其实你这样子摊下来的话，你1年大概24块钱吧。Visa Infinite 信用卡可以让你免费进入 Priority Pass 贵宾室。至于可以带几个人的话，就看你发卡银行的规则，有一些是可以带2个，然后像我这张 Venture X， 它就只提供主持卡人自己免费进入贵宾室。那副卡人的话，你就要再另外缴其他的年费。你要再多带人进去的话，就另外还要再收费这样子。如果你硬要非得要免费带人进贵宾室，那你刷卡的金额每年要超过75000元，加油！但是 Venture X 在贵宾室上其实有它的优势，这个我们后面再详细说明。接下来还有一些大家可以利用的服务，就是 Visa Infinite 礼宾服务，它其实就是一个24小时的秘书服务，管家、秘书。你如果想要订餐厅啊，比较难订到的餐厅，或是比较难买到的票，或是安排旅游行程什么的，其实都可以跟他联系。我自己是没有真的使用过啦，但我建议大家去研究一下，因为你搜寻以后，你就可以看得到很多人的故事，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服务好棒哦，倍感尊荣。之前是只有电话服务，那它现在也开放了网络服务，所以你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到网站上去开通。如果有用过的乡亲，请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验，我真的很想知道。然后呢 Infinite 还会送一些比如说像租车啊、旅游的保险，汽车碰撞被偷，班机被延误，行程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被取消，行李延误，东西在旅馆被偷，诸如此类的，它都有不同程度的理赔。
我之前从台湾到美国，行李就延误了，那临时就没有一些盥洗用品，所以我就那时候在药妆店买了一些东西，最后也有拿到一些赔偿。就是你在旅游的时候，常常都会遇到一些很不方便的事情。有这个保险的话，至少你不会额外多花钱在别人的失误上面。所以你在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刷一些有附赠保险的信用卡，就当作是给自己多一些保障啦。那另外 Infinite 还有手机保险。就是你每个月只要用这张信用卡来缴电话费，如果你的手机遗失或是坏掉的话，它最高可以理赔到800块钱，就不无小补啦。那除了手机以外，它还有购物保障和延长保固，就是你的新的商品在90天内坏掉或者是被偷的话，也是可以申请理赔。你买的一些东西有机会延长保固，这个你可以上Infinite 的网站查详细的规则。那另外还有租车和饭店订房的升级服务。如果你是 Infinite 的用户，它会赠送你一些，比如说租车公司的会员升等。我是没有租过车啦，所以我不知道说租车的会员等级到底有多好。网络上是说你可以缩短取车的时间，有机会可以帮你升等成更好的款式。那至于饭店的部分，就是你只要有订 Visa Infinite Luxury Hotel Collection 配合的饭店，你就可以享有免费的早餐啊，房型也有可能升级啊，还有25块美金的餐饮抵用金，也有机会可以晚一点退房。但你知道，就是听这个名称 Luxury Hotel 就不是那种平价的旅馆，所以你还是就是斟酌使用啦。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啊，都是 Visa Infinite 的福利。说实在话，如果要你每年花大概400块或是更多的钱来换这些福利的话，你觉得值得吗？我自己是觉得还好，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刚才讲的只是 Visa 的部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银行本身提供的福利，也就是要用这些数据来思考这张高阶高年费的信用卡它到底适不适合你。它其实就是一个数学的问题。首先你要先知道年费多少钱。像 Venture X 的年费是395元，也就是说我每年要从口袋里掏出将近400块来付这张卡。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算我每年花395元可以换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银行给的福利有哪些。那通常都会有的就是开卡礼，但这个是一次性的福利，通常也有一些门槛，有些还很高哦，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那 Venture X 的开卡礼目前是3个月内你要消费满4000块钱，你就可以得到75000点。75000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在 Capital One Travel Portal， 就是他们自家的旅游网站啦，大概可以折抵750块的，比如说机票费啊，或者是饭店的费用。那你也可以把这些点数转到他们有合作的航空公司或者是饭店。有时候透过转点价值会变高，有时候会变低，所以这个你就要去花时间搜寻啊，去算。那这一集因为是给新手的，所以今天就不在这里讨论了。简单粗暴的算法就是第一年你开卡礼大概750块等值的里程，当然这个里程不一定要在1年内用掉啦，然后它也没有强制规定你一定要一次用完，只要你有用这个点数，那你第一年的年费其实就回收了。再来就是周年礼，你每满1周年，它就给你1万点的里程，就算一算大概100块的机票或饭店的费用。再来就是旅游金，每年 Venture X 都会给300块的旅游金，小缺点就是你必须要在它的自家 Travel Portal 购买旅游商品，比如说饭店啊、机票或者是租车、旅游行程等等。如果你想要省钱，然后就是在别的网站发现了更便宜的旅游商品，在别的平台上面购买的话，这个 Venture X 的旅游金是不可以被折抵的，所以这个你可能要算一下。那到这边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大概100块的周年礼，还有300块的旅游金，我们都用得到的话，
那我每年付出的395块年费就算是回本了。可是前提当然是你真的有计划要旅行，而不是为了用这些福利，反而花更多钱在旅游上面。然后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些 Venture X 比较大的回馈，那还有哪些福利其实是可以加减赚的呢？大部分的信用卡其实在刷卡消费的话都是有点数回馈的，就是像 Venture X 这张卡，它所有的消费都是2倍回馈，其实不算太多。我觉得 Venture X 是比较简单、比较直觉啦，就是所有都2倍。那有一些信用卡它是会专注在某一个消费类别上面，比如说餐饮费啊会比较高，或者是 grocery。或者是加油，就特定的类别回馈的加成会比较高，当然有一些类别就会比较低，这个就比较进阶了，我们今天就不讨论。总之，我觉得2倍回馈算中规中矩吧。我觉得我的消费习惯是蛮平均的啦，就是不会特别花比较多钱在某个类型上面，所以Venture X 这张算是无脑刷，就是不用在买东西之前你还要查东查西，哪一个类别比较高，我要用哪一张卡刷，就是蛮简单的这样子。那假如我一个月刷500块，那这样我每个月就可以获得1000点，一年就有12000点，也就是大概120块钱。另外要特别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在 Capital One Travel Portal 订饭店跟租车的话，它其实都有10倍的点数回馈。那机票的话就有5倍的点数回馈，所以你在其他的平台比价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把 Travel Portal 的加成考量进去。我们刚才不是有讨论 Visa Infinite 的Priority Pass 贵宾室嘛 ？Venture X 这张卡的优势其实是可以进去 Capital One 他们自家的贵宾室。我觉得 Capital One 他们自家的贵宾室还蛮棒的，就是装潢的很高级，然后食物种类也很多。我之前自己有去过 JFK 的，它里面还有酒吧，还有 cheese bar， 还有外带区，我觉得比较舒服，就不会像那种有一些贵宾室就是很溜工，然后又很像菜市场，人很多很杂，所以这个也是 Capital One 的一个好处。再来就是海外刷卡免手续费，这个大概可以省3%吧。就除了可以让你不用带太多现金在身上，另外一方面也是你不用去银行换钱，然后中间又被抽了一些手续费。那我通常也是尽可能的都使用信用卡，比较少用现金，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掌握自己国内外的开销。接下来的福利我不太常用到，所以我就快速念过就好了。就是 Hearst President's Circle， 就我们刚才有提到 Infinite， 其实也有注册福利，可是 Infinite 送的是中阶会员。Venture X 直接把你冲到顶级的总统系列。简单来说，就是你到现场不用排队，就直接去挑你要的车，然后就可以开走，或者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获得升等。对租车的人来说，应该是蛮好的吧。然后再来就是 Premier and Lifestyle Hotel Collections， 其实也是有一点像是 Infinite 独立，只是合作的饭店是不太一样的。Premier and Lifestyle Hotel Collections 就是你要透过 Capital One Travel Portal 订，它的饭店就也是比较偏向是精品啊、奢华的饭店。那你每个房间都可以获得100块的餐饮 SPA 抵用券，然后还有免费早餐啊、房型升等。那接下来还有 Capital One Entertainment， 这个就是一些独家专属预留席。怎么说？就是银行它有去跟一些秀预定了一些座位，所以你如果是持卡人的话，你就优先选择这些座位的好处。比如说你想要去看百老汇啊，或者是一些演唱会啊、体育赛事的预售票，也是可以透过 Capital One 来购买。另外 Capital One 有时候也会有米其林餐厅的包场给卡友去用餐。好啦，刚才这些就是 Capital One 提供的福利。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知道哪些是你真的用得到的。如果你用不到，你硬要用的话，其实就变成是浪费。
比如说像 Capital One 的点数系统，它不支援你常常飞的航空公司，或者是你平常就不旅游，那像这样子的旅游卡对你来说就没有太大的用处，反而可以考虑一些现金回馈卡，对你来说可能会比较有实质上的帮助。如果你发现这张卡片不适合你的话，请先把卡片降等，把它降成免年费的信用卡。因为如果你直接关卡的话，它会影响到你的信用分数。通常信用卡是一系列的，它就有分高阶、中阶、低阶。比如说以 Venture X 为例，你是有机会可以把 Venture X 降成年费95块的 Venture， 或者是把它降成免年费的 Venture One。可是能不能降等成功，其实你还是要看银行的决定，也不是说100%都可以降成功啦，搞不好最后还是要关卡。所以呢，在申请前你一定要先想好自己的退路。然后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卡片它是没有免年费的版本，所以你一定要评估一下自己能不能够承担关卡后信用分数的震荡。那就回到我们前面说的，最好就是你已经有一张免年费的信用卡，可以帮你把信用历史的起点撑在那边。好，那以上就是这集的美国生存小技能。其实美国什么都贵，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方法把钱放大。希望今天的拆解可以帮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高阶信用卡怎么选，还是其实已经头昏脑胀了。如果这么巧，你觉得 Capital One Venture X 就是你的命定信用卡，那不要忘了点选我在说明栏的推荐连结，我可以从银行那边得到一些介绍奖金。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影片最直接的支持，而且重点是你的开卡福利并不会因此而减少，所以呢，请多多支持。那如果你还在观望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申办信用卡一定要想清楚，还有评估好。那最后，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要按赞、订阅，还有分享给跟你一样理智、跟我一样抠门的乡亲们。我是 Luna，谢谢你参加这一次的研究，解散，散，拜拜。